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我们的餐厅已经开了有半年了，现在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这家餐厅的故事。其实我们这家店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，开店的前半年和开店之后的半年，我们见证了很多的同行倒闭。其实这个行情给到我们当时还没开店的时候是非常的震撼的。从业20多年，从来没有经历过餐饮卷到现在这个情况。很多的同行的价格，他们明显是挣不到钱的。不知道这一类的店它是怎么开下去的？当然，不看好我们开店的呢，大致看了一下，有两部分人。第一部分人是觉得这个时候的行情太差劲了，90%的餐饮都挣不到钱，偏偏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开餐厅，简直就是自讨苦吃。第二部分不看好我们的人呢，认为我们只是一家网红店，是一家想用流量来快速变现，而不是说真正想扎根餐饮行业去做好一家店。毕竟做好跟开起来是两回事。其实答案非常简单，开这家餐厅半年我做了什么呢？以及未来半年我要做什么，主要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打通供应链。很多朋友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瘦身鱼，这是因为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在探店学习当中，我发现了一家店，他用这个瘦身鱼2斤的草鱼做了一个豆瓣鱼，我是第一次尝试到瘦身鱼的口感，我非常的震惊。还有一点最主要的是，作为淡水鱼来说，它的腥味几乎为零，然后肉质非常的好。但是这条鱼它有2个缺点，第一个成本偏高，第二个它的刺并没有因为它是瘦身鱼而减少。那既然我们开店要卖这个鱼，就不得不提到几个关键词：成本、价格、零售、批发。虽然在研发阶段我们都尝过这条瘦身鱼，大家对它的肉质都非常满意，我们还是觉得比较偏贵，毕竟它只是一条常见的淡水鱼。如果要卖这条鱼，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算是花重金也要把这条供应链打通。于是接下来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跑了好几个省，考察了10几个生态养殖场，终于找到了优质的供应链。鱼是找到了，但是运输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为了解决运输的风险，我们找到了一个专业做水产贸易的伙伴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去除中间的中间商，把价格打下来。经过供应链2个月的努力，我们店的瘦身草鱼的价格也从149这段时间直接降到了99块钱。随着我们不断去优化供应链，瘦身鱼未来的成本呢只会越来越低。在这里，如果你正好是鱼馆子的老板，也想提升鱼的品质，可以私信给我们，我们一起多交流交流。说完了供应链，我们来分享第二个，设备和制作工艺优化。在我们开店的第1个月，我们整个月只做了400多桌，总营业额10万块钱左右，算起来还不如我们现在的节假日高峰期的2天。从20多桌到200多桌的生产效率，差不多有10倍的增长。这中间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我们用了很多机器。目前店里面使用率最高的就是这台去鱼鳞机器，鱼从一边进到一边出，这中间只需要10秒钟，比起以往人工最少要3分钟才能够把鱼鳞去除干净。在尝到了机器效率的甜头之后，我们又开始采购了很多类似的设备。大多数的机器设备在厂家的宣传片看起来都不错，但是买回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它不是很实用。目前起码有超过20多台各种各样的机器放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吃灰。在设备里面我们踩了很多坑之后，我决定要在厨房机械设备上面去花精力去学习研发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们终于在成都找到了一家具备设计和生产的厂家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就开始了各种研发。目前根据餐厅的需求进行设备研发和迭代。机器的问题我们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优化出品和工艺流程了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双眼猛火灶，一次只能煮2份鱼。如果我们前厅一次性坐满了客人的话，那我们的上菜速度就会特别慢。后来我根据水煮鱼的烹饪火候的特点，把双眼猛火灶换成了12眼的煲仔炉，同时还是跟原来一样，是2个厨师在操作，每个锅里面下1份鱼，我们一下子同时就可以煮10份鱼，效率也整整提升了6倍。类似于这种工艺的改变，流程还有很多，在这个视频就不一一展示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郑子霞，秒懂流程优化。我们后厨的工艺流程优化了之后，那我们的前厅自然也得优化。随着后来有更专业的伙伴的加入，也对我们前厅的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。现在即使是一天接200多桌，也是井然有序。为了能够接到更多的客流，我们优化了大厅的布局，从一开始的原设计23张台都是4人座，现在呢，我们把一些4人座拆分成了2人座，增加了台数，目前总共是32张台，以更合理的布局提升了上座率。如果有同行在这方面感兴趣的话，恰好你的店也是一个高翻台率的店，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多多交流学习。
分享完布局之后，现在跟大家分享第3点，就是我们整个餐厅硬件上面的一些遗憾。第一是我们的设备采购的坑，我们店铺的设备，我们在厨具市场选择了一家设备一条龙的厂家，在我们谈好价格之后，我们跟厂家反复说明了设备到店了之后我们要测试，白钢的要切下来验厚度，其他的一些炉灶要检验我们的功率，商家也是再三保证了产品品质的问题。但是这些厨具交付了之后，结果发现了严重的不合格。我们找到商家，他们一开始说这是行业的潜规则，想要继续在这个问题上面敷衍我们。后来拿出了合同，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了功率、厚度、质量。虽然签了合同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在交涉。在这件事当中，我们痛定思痛，决定深入研究厨房白钢设备还有厨具设备、冰箱这一块的供应链。我们也跟内行专家一起学习，从工厂到参展。现在来说，因为产品的质量问题，也把我们从行外人变成了半个内行人。以后会在曾子霞账号做这方面的内容开源，有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。第二个是装修上面的坑，我们这个餐厅因为相信熟人，被同一个老乡开的设计公司连续坑了2次。第一次呢是从东郊店开始，那边的设计打拆，再到现在的新店，整个项目因为不专业的装修，对我们整体投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现在总结下来，主要是因为2万多块钱的设计费，让我们总投入了200多万的餐厅，在效果上面大打折扣，装修出来的感觉非常不理想，其中包括动线的布局、招牌、灯光的氛围、宣传的物料上都是一言难尽。装修这一行实在水太深，为了提升这方面的认知，我们又找了这方面的专家付费学习。左边就是熟人介绍的家装设计师的作品，右边是工装设计实习生的作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专业和不专业之间的区别。我们所有踩过的这些坑，我认为都没有白踩，成了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体验。这些学费我们也没有白交，做得好的、做得不好的都会分享出来，其中包括选址、合同、装修、设计、原材料供应链、9天用品、厨房机械设备等等等等。把这些分享出来，也方便以后入行的餐饮人可以拿我们的这些经验作为参考。分享完这些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下一个阶段明年要做些什么。明年我们会广招贤才，为擅长川菜、盐帮菜的师傅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。我们会一起好好的去打磨技术，实现我们的中餐标准化、可复制化。在此呢，明年我们还会做更多的特色菜，每个季度都会去上新，让来到四川的朋友能够吃到更多的本地菜，比如鲜胡豆啊、豌豆尖啊、笋子啊、藿香啊等等等等。当然来不了的朋友，我们也会通过线上以发布会的形式把我们研发的技术开源出来，也欢迎同行到我们店里面来交流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